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怎么样求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的计参数。这是我们刚才写出来的计参数方程，也就是我们现在要确定的是这样4个系数。那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根据它的定义，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求它的计参数。我们先让端口2短路，那我们就可以求出 G11 和 G21。那现在大家看一下， G11 在 U2 等于0的情况下，应该等于 I1 除以 U1。由于这个端口短路了，那么 GC 就没有了，因此现在 G1 就应该等于 GA 加上 GB。而 G21 呢，现在应该等于 I2 除以 U1。注意一下参考方向，现在 U1 就是 GB 两端的电压， I2 呢跟它是非关联的，因此 G21 应该等于负的 GB。 好，再来看另外2个参数。那我们可以类似的让端口1短路，端口1短路以后呢， GA 就被短路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G12 就应该等于 I1 除以 U2， 那显然也应该等于负的 GB。 而 G22 呢，是应该等于 I2 除以 U2，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等于 GB 加 GC。 好了，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样一个只含有线性电阻的网络，显然它应该是一个互异二端口网络，因此它的 G21 应该等于 G12。 我们现在求出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求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的计参数呢？我们说计参数就是用2个端口上头的电压来表示电流。如果我能够直接写出这2个端口上面的电压电流关系，然后对方程进行整理，提取出参数，不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计参数方程了吗？因此接下来我们来试一试直接写出这2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注意使用 U1、U2 来表示 I1、I2。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 I1 应该等于 GA 上面的电流，那么就应该是 GA 乘以 U1， 再加上 GB 上面的电流，应该是 GB 乘以 U1 减 U2。 好，再来看 I2， 它应该等于 GC 上面的电流，那就应该是 GC 乘以 U2， 减去这个电流，注意一下参考方向，减去 GB 乘以 U1 减 U2。 我们把这2个方程整理一下，把 U1 的系数都提取出来，应该是 GA 加 GB 乘以 U1， 而后面呢应该是减去 GB 乘以 U2。 同样的，下面这个方程应该是把 U1 的系数提取出来，应该是负的 GB 乘以 U1， 后面的 U2 的系数那就应该是 GB 加上 GC 乘以 U2， 和我们刚才用实验测定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这些系数提取出来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计参数方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现在的 G12 是等于 G21 的。对于上面这个网络，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现在我的 GA 等于 GC， 那么这个网络就是一个对称的网络。那对于这个对称的网络，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的计参数。除了仍然有 G12 等于 G21 以外，还有 G11 等于 G22， 因为现在 GA 是等于 GC 的。也就是说，一个二端口网络，如果它的电路结构是对称的，那么它的
电气参数也应该是对称的，我们称之为对称二端口网络。但是电气参数对称的对称二端口网络不一定说它的电路结构就是对称的，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从二端口网络的端口特性来说，对于一个对称二端口网络，它的两个端口的外特性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激力加在哪一侧，那么它在本侧和另一侧所产生的响应是分别相同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求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的G参数。我们仍然可以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做，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给大家做演示了，同学们课后自己去思考一下，怎么样根据定义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求出它的G参数。我们这里呢，试图用第二种方法直接写出它端口的电压电流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对于 I1 应该有 GA 上面的电流加上 GB 上面的电流，那就应该等于 GA 乘以 U1 再加上那 GB 上面的电压也是 U1 减 U2， 那就是 U1 减 U2。 再来看一下 I2 上面的电流呢，对这个节点做一下 KCL， 那当然应该有 GB 上面的电流，注意一下参考方向 U1 减 U2， 好，还要减掉这个受控电流源的电流，减去 GU1。 好了，整理一下，那么这个应该是等于 GA 加 GB 乘以 U1 减去 GB 乘以 U2。 下面这个呢，应该是负的 GB 减去 G 乘以 U1 再加上 GB 乘以 U2。 好了，同学们看一下，由于这个受控源的存在，现在我得到的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的G参数，它的 G12 不再等于 G21， 也就是说这不再是一个互异二端口网络。这和我们前面学到的是吻合的。我们前面也讲过，一般来说含有受控源的网络不再是互异网络。